名古屋回國前最後一天到底可以怎麼安排？我們先來到愛知縣瀨戶市參觀招財貓博物館，逛老街，還帶了招財貓回家。沒想到途中只花200日元玩一台老式彈珠台，最後竟然幸運中獎。接着再到長華逛一用，入住中部國際機場外一站的 J Hotel Riku。隔天搭名鐵進機場，我們還到了星巴克看完整波音787，再把機場蝦皮排行榜前3名全部買回家。這支影片就帶大家走完從瀨戶長華一路到中部國際機場的回國前最後一天。歡迎跟萌萌園長一起玩。這一集我們要從愛知縣瀨戶市出發，一路玩到長華，再前往中部機場完成這一趟日本旅行的最後一天。離開上一個行程後，我們一路開車來到愛知縣瀨戶市，停車場的位置就在新世紀工藝館旁邊。最初的60分鐘免費，之後每60分鐘100日幣，對開車來逛老街的人非常方便。今天來這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去看看瀨戶的招財貓文化，順便找喜歡的招財貓帶回家。我們第一間就先來到招財貓博物館，1樓不用買票就可以直接進來，裡面有很多不同造型的招財貓跟周邊商品，從小型擺飾到各種生活商品都看得到。真正的展覽空間在2樓，需要另外在1樓櫃檯購票參觀。不過我們今天後面還有行程，所以這次沒有上樓，主要先逛1樓的商品，帶大家來大概看了一圈。它之間還有販售長華燒作者的作品，這款就是長華燒的招財貓。接下來我們走到隔壁的歐摩打卡屋，跟前一间比較偏招財貓周邊不同，這邊可以看到比較多瀨戶當地招財貓作者的作品，每一只的表情、造型跟質感都不太一樣。店裡也有藥師窯的招財貓，店員也提醒我們，在架上販售的招財貓不一定是日本制的，購買前記得先看底部或是包裝標示。我會把現場的照片跟標示的重點整理在會員筆記裡面。如果真的想要挑一支比較有作品感，或想要找瀨戶當地創作者的商品，這一間其實更值得慢慢看。接着我們在瀨戶老街繼續往前走，剛好當天有市集活動，街上比想象中熱鬧很多。沿路可以看到有特別的咖啡店之外，還有陶器店、招財貓，還有各式的小攤位。走到這一區，發現這邊左右2間擺出來的都是日本的傳統小遊戲挑戰區域。突然發現有一間很酷的店，它是200日幣的彈珠遊戲，純手動的哦。強すぎたら戻っちゃうから弱く。看起來非常有趣，所以一定要挑戰一下。所以啊，還有這個。本來想要拼2條線，結果最後只有連成1條線，不過還是有中獎，所以我們就挑了2個小禮物帶回家。玩完彈珠遊戲之後，我們還沒有馬上離開瀨戶，因為老街裡面還藏着一個很特別的巨型貓咪，我們決定在離開前把它找出來。它不是在主要的街道上，而是躲在老街中間一個停車場旁邊的空地。在附近繞了一下，一開始還真的看不太出來到底藏在哪裡，一直到走到停車場裡面才看到它。找到了，就是這隻悠閒躺在草地上的巨型貓咪。它的表情看起來超放鬆，跟一般坐的招手的招財貓完全不一樣。而且因為位置藏得很裡面，找到的瞬間真的很有完成任務的感覺。
招財貓博物館、老街彈珠遊戲，還有最後的這隻隱藏巨貓，我們的瀨戶招財貓行程也算正式完成。接下來繼續開車前往長華，準備回國前的最後採買和今晚的住宿。離開瀨戶之後，我們開車來到今晚入住的 J Hotel Rinku。今天入住的是大床雙人房。換算台幣一晚大約3000塊左右，從飯店走到臨空長華站不遠，大約就是200公尺不到的距離。我指的這個就是車站。接下來我們就來辦理入住，這邊有人員協助入住，不像其他間是自助辦理，他們這邊有專人服務。備品這邊在1樓可以自由拿取。我們就上去房間看看它的房型如何。第一眼看起來，覺得這邊的環境算是蠻寬敞，而且維持的算蠻乾淨的，沒有很老舊的感覺。打開房門後要先插卡才會通電。一進門看到的是玄關、衣櫃，正前方還有開飲機、礦泉水都準備好了。衣櫃的空間算是中規中矩，房間的空間比一般商務型飯店寬鬆一點，除了床以外還能放2張椅子，坐着休息或整理東西都很方便。2咖29寸大行李平放整理戰利品也沒問題。床的旁邊就是衛浴空間，是分開配置的，一邊是有浴缸的淋浴區，還有泡澡區，中間是洗手台。備品是用 Pola 的。另一邊則是獨立馬桶，這種乾濕分離的廁所設計，2個人早上準備時會比較方便，不用全部擠在同一個空間。我們住的是在後棟，窗外看不到長華站，所以這次就沒有什麼車站的景觀。不過飯店的位置本身還是很方便。放好行李之後，我們就準備前往附近的宜用夢長華逛街。從飯店走到宜用夢長華中間，剛好會經過臨空長華站。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隔天前往中部國際機場的車次。從這邊搭名鐵到機場只要1站，不過車次沒有想象中那麼密集，而且不是每一班列車都會停靠。所以如果隔天要趕飛機的話，最好前一晚先確定好時刻表，預留一點時間等車會比較安心。前面看到亮亮的那一大棟就是我們待會要前往採買的宜用夢。一進到商場，先經過超市，旁邊還有一些開架的美妝跟不少適合回國前採買的商品。不過我們這一次先一路的繼續往裡面走，準備要先去找商場裡面這隻超大型的招財貓拍照。找到了，就是這個有2層樓這麼高的超大型招財貓。拍完照後，我們簡單逛了一圈，接着就回飯店休息，準備明天一大早前往機場。隔天早上，我們先到飯店餐廳吃早餐。位置就在昨天 check in 的 lobby 正對面，玻璃門直接走進去，會有服務人員幫你帶位。這邊是採用自助式的早餐，日式、西式都有，就直接看你想吃什麼就拿什麼。西式的部分有麵包、沙拉、優格、蛋類，然後飲料、咖啡都有。日式的部分有白飯、味噌湯跟幾樣配菜。他特別準備了這邊著名的白味噌還有紅味噌湯讓你選擇。雖然說整體的品項不是非常的多，可是基本的選擇都有。對我們來說，選擇這間飯店最大的優點不是早餐有多豪華，而是吃完之後可以直接退房，用走的就可以直接到臨空長華站搭車去機場。如果隔天是早班飛機，前一晚住在這邊，早上真的會輕鬆很多。吃完早餐後，我們就收拾行李，準備搭乘名鐵前往中部國際機場。這邊到機場只有1站，但不是每一班列車都會停靠。
剛好我們到月台的時候，就有一班列車直接呼嘯而過，所以搭車前一定要先確認發車資訊。我們最後搭上的是下一班列車，列車開出去後，窗外很快就可以看到海景，沒多久就抵達了中部國際機場。抵達中部國際機場後，從林鐵車站出站，就可以看見國內線和國際線的標示。這邊的機場是國內線跟國際線都在同一個機場裡面。那我們就跟着國際線出發的標示走，往前到第一航廈。我們已經提前完成了預辦登機了，所以到第一航廈之後，只要自助列印登機牌，再直接辦理自助行李托運，整個流程比想象中快很多，幾分鐘之內就完成了。這個機器是有中文界面可以選擇的，操作上很簡單，就先掃描你的護照，還有你的登機資料，接着你就跟着它的選項一直按到最後就會列印你的登機牌，還有你的行李條，再把行李條粘在你的行李把手上面，接着帶着去排隊自助托運行李的區域就可以。接着來帶大家操作一下自助行李托運的機器要怎麼用，就先選語言之後，掃描你剛剛拿到的行李條跟你的登機牌，接着它就會出現很多要你確認的資料，你也是跟着按，還會掃你的臉。接着就把行李放上去，這邊要特別注意，行李箱以前的航班留下來的條碼貼紙最好全部撕掉，因為機器會掃描行李上的條碼。我就是因為舊貼紙沒清乾淨，掃了好幾次才成功。托運完成後，機器會印出行李托運收據，記得留好，之後查行李會用到。接着我們先不去安檢，我們要去第一航廈的4樓買蝦餅。這邊要特別提醒，蝦餅之禮是在出境前的公共區域，不是在免稅區裡。想買的人一定要先去買，之後才去安檢。上來這邊你會看到非常多的店面，有伴手禮的，也有吃的喝的店家。跟大家講一個秘訣，如何快速的找到這間店，你就找廁所，往廁所的指標走，就可以迅速找到，他們的位置就在廁所的旁邊。到店裡之後，你可以看到這邊的蝦餅口味真的很多，從經典款到綜合包都有，很適合回国送給親朋好友作為伴手禮。如果不知道怎麼選的話，也可以直接參考店內的人氣排行榜，有前3名，第3名是這種小包裝，各種口味都有。第2種的話就是蝦餅的口味綜合包，有梅子、芥末、原味、辣味的，還有墨魚口味的，蠻特別的。還有這個第1名的，它是比較大片的蝦餅，要吃的話就是一個一個拿起來吃，但是它不是個別獨立包裝的，所以如果沒吃完的話，要盡快的把它吃完。我們這次就是3種排行榜的前3名都帶了一些回家來送給親朋好友。除了蝦餅之外，我們還有買到一個覺得也是很好吃的魷魚餅。如果你喜歡吃魷魚口味的話，這一款它算是魷魚味道比較重的魷魚餅，也推薦給你們。就是這個魷魚的蝦餅，也可以買一包回去挑戰看看。排隊結賬之後呢，接下來要帶大家去下一站，我們要去看波音787的實體飛機。那有人一定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不要先去看飛機完再回來買蝦餅？其實是因為這邊蝦餅的排隊人潮常常會非常的長，很多人。我們擔心回程前蝦餅店的結賬排隊來不及在登機前買到，所以我們就先把蝦餅買好，再帶着他們一起去看飛機。從第一航廈走到第2航廈大約5到8分鐘的腳程，
進來這棟之後，直接找到星巴克，就可以看到整架的波音787出現在你的眼前。如果你想要更近距離的跟它拍照的話，跟大家說一個小撇步，就是你跟星巴克買一杯咖啡，就可以到這個最佳觀賞區。在星巴克喝完咖啡，拍完波音787後，時間也差不多了。接下來我們就要回到第一航廈，通過安檢和出境審查，再帶大家逛一逛免稅店，看看這個機場裡面有賣哪些東西。通過海關之後，我們來到了免稅區，帶大家來快速看一下在中部國際機場的第一航廈免稅店有哪一些店可以逛。它其實蠻多歐美的大品牌跟日系的大品牌都還是有，只是品項可能沒有想象中的那麼豐富。然後應該蠻多人會想要知道說，在這個機場有沒有三宅一生？他們這邊是有三宅一生的，但是在裡面一點的獨立店面，不是在外面這一區。所以如果你要找三宅一生的話，你要再更往裡面走才看得到三宅一生的位置，它比較靠近登機口的位置。再往更前面的區域走，裡面有一間規模很大的酒類免稅店，你可以在那邊試喝清酒跟美酒，待會會帶大家去。中間我們還經過了飛驒高山的家具展示，繼續往裡面走就到了這一間規模很大的酒類免稅店，它的清酒美酒投幣試喝的選項很多，當然也有免費試喝的，可以跟店員問看看你喜歡的那一款有沒有試喝的可以喝。我們在這邊逛了蠻久的，最後帶走了清酒和美酒。買完酒之後，離登機還有一點點的時間，所以我們又繼續在裡面逛，發現除了這邊的小店鋪之外，在轉角處有別有洞天的地方。往裡面走進去，居然發現有藥妝店藏在這邊，還有一間蠻大的 Big Camera， 你也可以來逛看看。這一趟名古屋回國前最後一天，從瀨戶招財貓以用長華 Z Hotel 名古屋到中部國際機場自助托運和波音787也算完整走完了。如果這支影片有幫你省下查資料的時間，歡迎透過 YouTube 超級感謝支持萌萌園長繼續實際走訪。想看完整行車筆記、交通提醒和行程細節，也可以加入萌萌旅伴或園長旅行研究室。記得訂閱追蹤萌萌園長，我們下一趟再一起出來玩哦。